Oh my god， 各位，超级期待的，在我手上的是苹果今年即将要发表的 iPhone Fold 折叠机，它可以这样子打开，超酷！今年的发表会一定会非常精彩。我们今天这部影片呢，就是要来带大家看看这一次的发表会有哪些亮点，包含说我们可能不会看到标准版的 iPhone 18在这次的发表会，然后呢，还有这个折叠机到底有哪些特别的地方，还有在18 Pro 的部分有哪些升级，我们这部影片一起来看吧。首先，第一个我们要讲到的事情呢，就是发表的时间这次有非常大的改变。就是以前呢，在9月的这个发表会，不是都会一次发表数字系列2只，还有 Pro 系列2只吗？虽然那个 Plus 现在被砍掉了，那在今年的发表会有非常大的几率，就是只会发表3只手机，分别是2只的 Pro， 就是 Pro 跟 Pro Max， 还有这一只 iPhone Fold。那 iPhone 18数字会跑去哪里呢？它可能会被延后到明年的春天才会上市，也就是2027的春季发表会呢，可能会发表 iPhone 18标准版，可能还会有 iPhone 18e 跟 iPhone Air 第2代。那这样做呢，其实我觉得还蛮明显，就是他们希望在秋季的时候让大家多花一点钱，就大家第一时间想要换 iPhone， 就只有很贵的Pro Max、Pro 或者是 iPhone 4可以选择，就是你只能在这些贵的里面去选。而且最近苹果才刚涨价，不知道 iPhone 4最后的售价会是多少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直接带到今天的重头戏，就是这个 iPhone Fold 哦。那 iPhone Fold 这个名称其实还没有正式确定，也有可能是 iPhone Ultra。所以最后才会知道，不过它的外表大致上就会长这个样子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它是蛮小一台，而且还蛮可爱的，就是比较偏方正的感觉。就是其他牌折叠机像是三星、神文都是偏瘦长型的嘛，但是他们就是推出了这样子胖胖的版本，然后它打开呢就会很像 iPad mini 的尺寸，基本上是一模一样，大概是这样。那目前尺寸呢，预估它合起来之后是5.5寸，然后打开之后呢是7.8寸，所以它里面呢会是一个像这样子一个还蛮大的荧幕的。那据说这一次的这个折痕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重点了，据说他们可以做到就是几乎看不到这个折痕，当然因为这是模型机的关系，所以就是很明显。那在后路的部分呢，它盖上之后大约是9毫米左右，那打开之后，这个侧面的厚度呢，可能会落在4.5到4.8毫米之间。而且有一个超级大的重点，就是它竟然有指纹解锁，没有错 ，Touch ID 竟然复活了，没有想到吧？那它的 Touch ID 是设计在哪边呢？它会跟着电源键一起出现在这边，就是在这里，就它同时身兼电源键还有指纹解锁的2个功能。所以设计在这边呢，不管你今天是要展开去解锁，或者是你合起来要解锁呢，都可以直接用。然后呢，再来看到它另外一个大亮点呢，就是它只有双镜头，也就是说它舍弃了长焦镜，它就是只有主镜头还有超广角。那其实它全部总共有4个镜头哦，就是除了这2个之外呢，它打开的这个荧幕这边也有一个，也就是说你这样子使用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自拍，或者是说你打开之后呢，它里面这边有一个镜头在这里，有没有设计在这个角角，还蛮特别的。我跟你们说，刷信用卡的赖通知真的一定要打开，因为我去日本的时候，在台湾不知道为什么就被刷了一笔5000块，然后就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可是重点是我人在日本还好我在手机上面有看到通知，所以赶快打给客服，不然等我回国看到那笔账单，钱早就飞了，好不好？我用的是国泰世华银行的 Cube App， 因为这次的盗刷我才研究一下，发现这个 App 里面有4个很重要的功能，一定要用起来。1. 对话式功能搜寻，它的首页有一个搜寻框，你不用打确切的功能名称，例如说我想要把刷卡赖通知打开，那你就在里面输入赖通知，按立即前往，找到信用卡消费，打开这个赖的选项，然后呢连接到赖的账号之后，以后你只要有刷卡消费呢，它都会跳出通知。另外建议账户金额异动通知也可以打开，这样不论是薪水入账、转账或是运力扣缴，讯息都不会漏掉。2. 卡片安全锁。这个我真的是强力推荐，你可以设定交易地区、时间，甚至是交易类型。不出国的时候就直接把国外或是无卡交易锁起来，要出国之前再打开就好了。回来台湾也可以一键上锁，而且万一发现可疑交易的话，也可以一键全锁，马上止损。3. 升级版智能助理阿发。他现在回答超自然，就很像真人在跟你聊天一样，像是问他出国旅游优惠通路有哪些，他就会直接摘要整理给你，完全不用自己慢慢找。不只是安全，国泰世华 Cube App 更整合了账户管理、投资理财、保险等多元服务，打造全方位一站式理财体验。把资产交给这样子的 App 管理，真的让人安心又好放心。如果你想要打开刷卡赖通知的话呢，这个详细的教学留言我就会传给你，快点去看看吧。我竟然还没有讲到铰链的部分，铰链真的是一大亮点我看到它的时候，其实我最惊艳的部分应该算是铰链，因为它的铰链设计的真的还蛮精致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因为这是模型机的关系，所以我觉得最终的成品应该会再更精致。我觉得它精致的地方是在于说，它旁边这边没有再另外加金属的边框，
你会看到它的铰链就是非常的简洁，铰链外面这边就直接是机身的这个背板了，所以它就是完全没有多余的线条，所以看起来就很清爽。给大家看一下慢慢展开的样子哦。有没有打开之后呢，它的铰链会完全的消失，然后它的背板就是会完全接轨的这种感觉，所以这样看起来呢，就是一个非常有设计感，然后非常好看的这种形态。虽然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个角，就是我觉得这个镜头怎么会卡在这个角，然后这边就有很多个圆弧，你有发现吗？包含镜头自己的圆，然后它这个边框又有一个圆，然后这边又有一个圆角，所以看起来这边就有一点点的很挤的感觉。那在晶片的部分呢，它可能会采用2纳米的 A20 Pro。那在内萤幕的部分呢，它可能会采用这个7.8寸 OLED， 然后120赫兹的 Promotion， 就是最高阶这样子。毕竟它的价格也是最高阶哦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价格了。在价格的部分呢，之前还没涨价的时候，最低容量的256GB 就已经预估要1999美金了，也就是台币大约6万。没有错，它的起始价格就要6万哦，这么高。然后呢，它可能会有3个级距，分别是256、512跟1TB。那最高的价格呢，可以来到2900美金，也就是说快要9万块，真的假的？2900乘以30，8万7耶！而且最近因为涨价关系，可能这个价格会再往上升。所以最终售价会很不得了哦。会非常的不得了哦。我们刚刚没有给大家讲到这个从上面看下去的感觉，就是这边是铰链嘛，然后上面这边呢，你会看到有一个缝隙，有没有？它其实这边是有一个斜度的，就这边呢有一个空隙，然后它会一直斜到这边是完全密合的一个非常小的缝隙，所以它不是完全平的哦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，就是扬声器的部分，它的扬声器上面有一个在这里，就在镜头这边，然后呢在下面有2个。也就是说，你这样子合起来拿着的时候，它上面、下面都会有声音的来源。那你打开的时候呢，它的声音来源会是左上跟右下。不知道这样立体声听起来怎么样哦？那接下来我们稍微讲一下，就是这一台 iPhone 4它的定位。根据最有名的 iPhone 分析师郭明錤的分析呢，他把这个 iPhone 4定位成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真正 AI 驱动的手机，就是接下来 AI 发展重点呢，大萤幕可以加深这个 AI 的体验，包含像是跨 App 这种功能呢，对于大萤幕来说都是非常要求的。例如说你要多攻，你要一边看地图一边追剧什么的，大萤幕密不可分，对吧？包含像 iPhone 现在就是没有多攻啊，那之后如果接下来要加入 AI， 然后加入多攻什么的，大萤幕是一定要的。然后再来第二个很重要的定位呢，就是它会是史上最贵的 iPhone。就是根据摩根大通的分析师表示呢，这个 iPhone 4不只是一个新产品，它甚至是一个 iPhone 新的价格集聚。就过去呢，苹果从2017年已经从他们平均 iPhone 售价600美元，已经拉到2025年的900美元了。那这个最新的 iPhone 4有可能把他们的平均售价拉到1000美金以上，就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数字。就是说这么贵的一台机器，它其实卖的不用多，就算是总销量的5%到8%，它占的那个数字也是非常惊人的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不得不佩服就是 Tim Cook 他的能力哦，在成本啊，然后营运这方面，他真的算是很厉害的。我刚刚又少讲一个东西，就是它这边有一个磁铁，就是你把它拉开的时候，你可以感觉到有一个吸力。然后你把它合起来的时候呢，其实不太需要费力，它就会自己合回去。这个感觉还蛮不错的，不会说哦好像很难开，它就是非常的恰到好处。而且呢，我个人觉得 iPhone 4一定会卖爆，因为现在根据郭明錤的分析呢，它一开始的出货量可能会非常少，所以我觉得到时候大家可能真的会疯抢就是即使卖的那么贵，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是会狂抢这样子。啊，我自己要不要买哦？其实我还蛮犹豫的，就是我想要用看看它1-2个月，然后看看效果。不过我自己因为也蛮常使用长焦的，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我最后会换回 Pro Max， 但是我想要先试用看看1-2个月。不过又觉得它还蛮贵的，所以到时候再说咯，我可能会买啦。再来下一个呢，我们要来讲到18 Pro Max 的部分，在我手上就是这次2个特殊色。第一个呢是这个樱桃红，它是一个偏深红的感觉，带一点紫色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个颜色呢？因为毕竟这是模型机，通常呢，真正的食品都会比模型机好看非常多，因为他们的调色啊，还有那种金属的色泽，最后都会呈现出一个更有质感的感觉。所以现在这个就是大家看看就好。酒红色是非常有可能的。那再来另外一个特殊色呢，就是这个天蓝色。那这次的这个天蓝色呢，可能会偏浅一些。那一样的，因为这是模型机的关系，所以最终的成品呢，我觉得也会非常有质感。那我个人呢，非常喜欢天蓝色，不过我又是一个忠实的白色爱好者，所以我个人也是非常犹豫的，就是
我觉得讲了这么多，我最后可能还是会选白色。然后呢，像是去年非常红的这个橘色呢，今年可能就不会再有了，因为毕竟是年度特殊色嘛。所以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次的特殊色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。但这个不准啊，要先说这个不准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先来讲一下，就是这一次的 Pro 跟 Pro Max 的尺寸哦，它们的萤幕大小呢会有维持一样，应该要这样讲，就是这次它的外观呢，可能都会维持几乎是一样的，就是包含它的萤幕尺寸，还有它后面的这个相机设计呢，都会是一样，所以它的壳有可能跟之前的 iPhone 17是可以共用的哦。那在萤幕尺寸的部分呢 ，Pro 会维持在6.3寸 ，Pro Max 会维持在6.9寸不变。在晶片的部分呢，会采用台积电2奈米制成的 A20。它在动态岛的部分也是这一次一个大重点哦，就是在Face ID 的部分，这次有可能它动态岛会缩小，会缩多小呢？现在还不确定，就是它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洞，或者是一个比较小的胶囊，就还不确定这样子。那在相机的部分一定也会有升级，不过升级在哪边现在就还不确定，有可能是它的主镜头4800万画素，有可能会采用可变光圈，还有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它的前镜头部分有可能从1800万画素升级到2400万画素。那另外有可能升级的包含有像是它的数据晶片啊，还有它的萤幕的一些技术，还有它的电池有可能会加大。不过电池加大跟它的机身有没有加厚，可能就非常的有关系。不过目前传出来是它的机身不会变厚啦，所以这次的 Pro 系列其实它主要的改动其实并不多，因为这次的亮点，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集中，包含苹果他们自己可能都会想要集中在销售这个 iPhone Fold 上面。那 Pro 系列它的进步幅度就没有那么大。当然，我觉得这样做的原因，其中有一个也是希望大部分的消费者可以去买 iPhone Fold， 因为可能很多人看到说，哦，外形没有什么变呢，只有加一个新颜色，那可能想说捏一下上 iPhone Fold 好了。毕竟拿的人不多，只有你一个人拿的话，就会显得你非常的特别，就是哇，你有 iPhone Fold， 然后所有的朋友都会凑过来看，然后想要玩玩看，然后毕竟它有大萤幕，还算是蛮吸引人的，而且长焦也不是每个人都会用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次 iPhone 秋季发表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？大家会买 Pro 系列呢，还是你会买 iPhone 4，还是你要等明年的数字，甚至是 Air 第2代等等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。那我自己个人的选择呢，第1名有可能会是 Pro Max 的白色，或者是 iPhone 4。我很有可能跟去年一样，就是我有可能会先用 iPhone 41-2个月试看看，看我喜不喜欢它，然后之后再决定我要不要换回就是 Pro Max 这样子。我觉得换回 Pro Max 几率还蛮高的，因为我还蛮常使用长焦镜的，因为要出席一些活动，或者是你去国外啊，你要拍一些风景什么的，长焦镜其实真的还蛮重要的。但是其实就我日常使用上，就是除了拍照之外，我个人是会非常喜欢这个大萤幕的，因为我很常在手机上面工作，然后很常在手机上面看影片，所以我个人觉得我应该会非常喜欢这个大萤幕。哦，对，我突然想到有一个族群，就是老花族群。老花族群可能会非常喜欢这个大萤幕哦。对，突然想到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iPhone 秋季发表会爆料整理就差不多到这边。大家还有任何的心得啊，或者是你想要分享这次你对于 iPhone 的看法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。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